乖乖嘞，扔个垃圾扔发财了，在垃圾堆里捡个几百万的金砖。头一回听说扔垃圾能捡到金砖，这样我上手看看。哎，我也是第一回捡啊！从昨天捡到现在30多个小时都没睡觉了，眼都熬红了。我的天呀，这不单单是金砖呀，这还是一个古代清代的金砖。你看上面雍正7年制。看到了啊，你这咋能捡到金砖呢？这个东西啊，真是天意啊！俺住那个小区啊，物业十分不靠谱，收了物业费不干活，没人管垃圾，大家都是往那一个垃圾堆那扔。那一天吧，我也就扔垃圾堆了，但是我一看垃圾桶旁边有一滩黄澄澄的反光，我一过去一看啊，都是它，就是这个金砖。黄澄澄的这么大一块金砖，当时就我激动了呀，垃圾桶我都没要了，我装兜里都回家了。到现在30多个小时了，都没合过眼，激动的睡不着。激动的睡不着。对，那你刚才说能值几百万是吧？那是从哪儿来的消息啊？这个东西就非常简单了啊！我没见过这，我不懂啊，我肯定得让网上查资料啊。在网上查的。网上一查说的这东西极其罕见。我看都卖几百万。我早晨那别说几百万了，几十万我也没见过。那这回可是发大财了。对，我想着到时候几百万我都取出来铺个床上，我躺那个钱上睡觉。我的天哪，那想法很好。我的听起来都很激动。对对对。是这，咱们先讲一下。这个以前的金砖啊，确实是有。但是确实数量非常少。对，就是因为它数量少，所以它才价值高嘛。那对，能理解。因为搁清代的时候呢，它这个冶金技术啊还不是特别发达。其实它这个从矿里面提炼银，其实提炼的挺多，但是这个金提炼的就非常非常少。所以你看，搁清代、明代、清代，其实它大额的交易还主要是用银，金用的非常非常少。所以它这个金当时铸造量它就少，存世量也很少，所以它价值非常高。你要说像这个金砖这么大个的，上面还有落款，毕竟你看雍正7年制嘛，这要是真的，你说几百万，我估计啊，你说的就少了呀。那我准备把我的房子都堆满，我躺里面。你先别着急，我就说几百万少了，上千万都有可能。因为毕竟这样的金砖，确实我也是见的很少。那俺家的房子没这么大啊。你先别着急。但是我看着吧，金子啊，它不管是清代的也好，还是现代的也好，成分基本上一样，金子的密度能达到19.3，在咱们常见的金属里面，它的密度是非常大的。同等体积的大小，然后它的重量是非常重的。但是这一块放在手上，虽然有少许的重量感，但是这个重量跟金子还是差异非常大的。另外，咱们再看一下这个背面，你仔细看一下，很光滑，但是有那个就那种机器搓拉过的痕迹，并且颜色啊跟前面的还不太一样，说明了一个问题啊，就有可能这个东西应该是镀的，哎，镀金，里面应该是其他金属。它为什么要镀金啊？过去为什么要镀金啊？你想一下，刚才你也说了，这你在网上能查几百万，是不是？对。几百万的金砖，你说有谁能把它给扔了，当垃圾扔了？不是我说的，有没有可能？镀金啊？这不是过去的呀，不是过去的呀，对啊。你首先它不是金，另外啊，为啥说它不是过去的呢？不是以前的。你看呀，这个几个落款的这个字特别松软，没有力度。一点力度也没有。对，虽然上面写明了啊雍正，那你要说写一个汉武大帝，难道说就是汉代的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从字体上来看不是老的，然后这个金属也不是金的，你这白高兴一场了。那还弄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你要去古玩街，像这种古玩吧，现代的工艺品，算是摆在家里挺好看的这种，花个几十块钱啊。几十块钱，很有可能就是人家买来玩呢，不想要了，直接当垃圾扔了。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捡几百万的金砖，都变成几十了。确实
不是老的，也不是黄金。你这一说，要我说的没劲儿了。哎，你还是拿回去玩，没问题。我还是有点不死心，我第一次捡这么贵重的东西啊，我再多问几家。没事，你多问几家也行。行，你好，想弄点啥？哎，这一次啊，可被俺朋友坑惨了，一家花了几万块钱买了3块银元，你看看现在能值多少钱吧？被朋友坑惨了。我的天呀，啥情况呀？这是？说实话啊，前几年我有点零花钱，有点闲钱，我害怕俺媳妇儿给我弄中了。哦，自己攒了小金库，对还把媳妇儿发现。我这正好，俺朋友他弄的这银元，他说了你弄几个吧，往家里搁，越放越值钱。大概意思都是这啊。我一听他的话，当时我一看啊，我家伙花了不到4万块钱，买了3个，不到4万块钱，买了这3个。对，这是啥时候买的？快得有六年了吧？6年了。对，6年前买的。4万块钱不到买了这3块。对，我的天呀，你这赚大了呀！这赚个大了，还赚啥大了啊！我气得肚子疼。你我要他我干啥？现在这听人说的只值1000多块钱一个，1000多块钱一个。我知道了，老哥，你是不是在哪儿听的这个消息不准确呀？这种东西我刚才看了，21年的传阳3鸟，这个大头是甘肃的曲比民，还是 PCGS A58分的，然后这个小头啊，也是大名誉品，这可不是普通的呀，上5星，这都是难得的好东西啊。怎么能值1000块钱呢？一个？那我搁人朋友圈看了，那标1000多块钱一个卖价。你可能看的是普通的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还得好好的感谢你这位朋友。你这是，哎呀，咋说？我跟你这样说，我给你估估价，你就明白了。21年的3鸟币，这个因为存世量非常少。因为本身有21年、22年、23年3个年份，是吧？22年和23年很便宜，特别是23年。现在像这种品相一块也就1000多块钱，确实。但是这21年的3鸟币，因为当时的发行量非常少，像这个现在我估计啊，没个8、9万买不回来。多少钱啊？就这一块啊，没8、9万你都买不回来。乖。再说这个，小头。普通的小头，我跟你说，现在就像这样的品相，1000块钱都不一定能卖得到。但是这个，是上5星版的，可不是普通的。这个是，当时民国刚成立的时候，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的时候，铸造的。因为他当临时大总统，时间很短，所以铸造量、发行量、存世量都非常非常稀少，所以这个价值也不低，这个现在没个5、6万你也买不着。乖，你别吓我。真嘞。再说这个大头，普通的大头现在确实1000多点，也就那价。但是这个可不是普通的大头，这个是曲比民啊。你看民字的这边一竖，是弯弯曲曲的，也是大头，甘肃大头里面的大名誉品。像这个还是 A58分的，本身甘肃的大头啊，好品的非常少，能达到 PCGS A58分的那少之又少。像这个，现在没个6、7万、5、6万也买不着。乖，这家伙这20万了吗？那是，这些东西没20万拿不下来。最少是升值5倍。老板，其实我心里边啊，现在既高兴又后悔。既高兴又后悔。那你后悔啥呀？我错过一次发财的机会啊！咋回事？这家升值5倍啊！当时他给我弄了一个啥家是戴帽子戴龙的，3万多块钱叫我要，他说叫我要那一个，我都没舍得要。戴帽子戴龙的，您说的是原相飞龙吗？我说不了，反正是3万多块钱，当时那个是最贵的。哎呀，那要是原相飞龙，当时3万多块钱，你要是买了，现在最起码20万以上。乖，肯定是20万以上。是我这一辈子说实话错过一次发财的机会啊。那你这啥错过不错过？这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，对不对？这叫我开心的。
那你这些东西现在是准备出手，还是再留一留？出手了吧？这一家伙挣那些钱，我这开心的卖了。那行，那我下面给你算一算啊。好，你这弄得不赖。跟俺老公要钱嘞，他居然拿2个破银元来打发我。你给我看这2罐银元卖了够不够我买个包嘞？要是不够，我回去立马给俺老公离婚去。哦，这是准备把银元卖了买包对吗？对。哦，这样我先上手看看行吧？你给我看这2罐银元能不能卖2万？哦，2块都是赵种，这2块都是造币种厂，一个是 NGC 的盒子 XF， 底板非常不错，还有带点小彩，龙鳞云朵都非常清晰，字口也非常清楚，有一些流通痕迹。这个是 PCGS 的，给的也是 XF97，壁面有点老包浆，不过整个状态也不错呀。刚才听你说这2块银元都是你老公给你的，看来你老公非常厉害呀，非常有实力，一出手就2块造币种厂。你别提了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跟老公结婚已经1年了。哦，结婚1年了。对。这结婚之前的时候，俺老公都答应我好好的，说的是每个月给我生活费5万块钱。多少？5万呀。5万。你老公好有实力啊！一般吧，家里边开个小公司。哦，家里开公司，那按理说你们家条件是这么好，这为啥要出手银元啊？别提了，这从结婚到今年夏天，每个月俺老公都按时给我钱5万块钱。哦，每个月都给5万。然后过了这个夏天呢，他每个月也不给我钱，我硬要。才给个5000，有时候给个1万。哦，你说这1个月18000嘞，够买啥嘞？根本都不够我花嘞。这边上一次我跟俺闺蜜一块逛街，看见一个包呀，新款，可好看啊，那个包才2万块钱。然后我生气啊，我跟他要，他还不给我，拖，一直拖。那一天我说的你这个不给我钱，你不能给我出门，我堵他的门啊。他没办法了，他从他书包里边拿过来这2块，然后嘞，你叫这卖了，立马给我买个包。我当时听了都很诧异，我不相信，我跟俺老公骗我嘞。把那个包给买回来，然后一直没给你钱，最后给你2块银元，说把这卖了能买那个包是吧？对呀。你不相信，来到店里来。我对这不懂，我肯定不相信啊。我给你讲一下啊，这2块银元，你要是卖了买包，肯定是绰绰有余。这2块都是造币种厂，也都是已经评过级数过盒的了，一个 PCGS 的，一个是 NGC 的。虽然没给分吧，但是刚才我都看了，壁面上没戳，也没有啥伤，整个呢状态呢都还可以。造币种厂呢是龙阳3剑客之首，本身在龙阳里面啊价位就非常高，并且还已经是评过级的，所以像这种造币种厂一块没有2万也得1万大几。这2块如果说你要出手给我的话，我轻轻松松给你拿个3万块钱。3万，这那值钱吗？你要这样说，俺老公那书房里边可多这样子了呀。哦，你老公书房里面好多银元。对，我跟你说，我再给他要钱，再不给我直接上书房里边拿，那值钱。你要直接拿不合适，对吧？因为你看这个银元啊，它有价格高的，也有价格低的。你对银元不懂，你万一被骗了怎么办？对不对？还是先经过你老公的允许之后，再拿出来卖，这样更好。对吧？那不对，那得看俺老公的表现。我给他要钱，他乖乖的给我5万块钱生活费，我都不拿那银元了。他要是不给我生活费，我还是拿银元。主要是现在吧，这2年生意都不好做，是吧？你得体谅一下你老公。你看搁之前不是每个月都给5万吗？对不对？那是的。不要轻言，比如说离婚啊、生气啊，是不是？这2块银元咋弄？俺老公说了，管买包，那你给我收了多了？确定要出手了？确定。那行，咱这是从那个平顶山过来的是吧？平顶山。哎呀，
这东西是祖传的还是从哪弄过来的？祖传的还是就是买的或者怎么着的？这东西是拿我家里在家里放的。家里放的。哦，那行，没事，拿出来咱先瞅瞅。你说这50两的大元宝很少见，很少见。哎呀，家里放的，老人留下来的。那这不对呀，这。首先啊，给你讲一下，这50两的大元宝呢，搁以前一般都是官银，你看这上面都有落款，顺治年月。包括这个，你看它的重量，在哪铸造的，以及这是哪个工匠铸造的，这都有。但是你这东西，你刚才说这不是铝的，那很正常，谁也不就是造假，人家一般也不会用这个铝来造这个银锭，因为铝比较轻，是不是？你那么大个儿，它轻飘飘的，那肯定不行。人家一看就弄出来，都看出是假的了，对吧？它得有重量感。所以它这个白颜色的呀，除了铝和银之外，其实还有很多。这外表应该是垫镀了一层银，里面像这种大个的，一般啊都是那个铅，都是铅啊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从哪儿看出来这个东西不对的啊？首先咱们从这个落款上来看，落款呢，它这个字啊都没有力道，特别绵软，特别绵软。另外呢，还有它这个两边的这个翅膀，你看它这两边翅膀基本上高低一模一样。说实话，因为搁清代的时候，那时候铸造银锭啊，它就融化凝固的那一瞬间，就是往这边一载弄，然后它这个银水，然后往这边飘一下，变成一个翅膀，往这边一偏。然后有一个翅膀，它俩翅膀很随意，不会一模一样，不会这么好看，不会这么一样，能明白吗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，就是这个银锭下面的这个蜂窝，你看这个蜂窝，这根本不是银的蜂窝，一点也不自然，所以这个东西啊，我看着是假的，我看着是假的，并且这个银锭，说实话，你能到顺治那时候铸造的银锭，那都是清代早期了。清代早期的银锭，说实话，那还是挺贵的。你像一个光绪的，一个宣统的，现在一个银锭，一般啊，都能卖个20万左右。是不是？那这顺治的，它价格高得多。最起码得50-60万。但你刚才说这个是老人留下来的，这个可能性不高。为啥？这种造假的方法最近30年比较多。所以这个等于说这个银锭你看着，很古朴，还有老包浆，看着挺老，其实它的这个时间并不长，能明白吧？今天就带了一个银锭嘛，还有其他的东西吗？你说这不是银的？这不是银，跟银的差距太大。那它这啥东西？铅啊，假的。这就是工艺品。我看你刚才到古玩市场也转了，你今天来，人不多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真是到星期五，那古玩市场上啊，往地摊上摆的好多都是这个，这50两、10两的、20两的、50两的，还有100两的呢。都是这东西。这在古玩市场上买呢，像这个东西一般也就100块钱吧。那100块钱左右。叔叔，这是以前过年俺爷给我的压岁钱，我把它卖给你，看能不能值120块钱。这么小的小朋友都开始卖银元了吗？今年几岁了？上几年级了？我10岁了，上4年级。10岁上4年级。来，我先看看你的银元，看这能不能值120块钱。哎呀，120块钱。PCGS 评级的造币总厂没有给分 ，VF97，97代表着币面有包浆。这造币总厂可是龙阳3剑客之首啊！小朋友，你这银元从哪儿来的呀？就要卖？
那是我1年级过年的时候，我爷爷送给我的，说让我好好保存，长大了有用。哦，你上1年级的时候，你爷爷送给你的？哎呀，我的天呀！看来你爷爷非常有钱呀。我爷爷没有钱，我爷爷说了，这是传家宝，该好好放着。那你爷爷说的非常对。那你爷爷让你好好放着，今天为啥要卖了？还要卖120块钱？这一天特别冷，我害怕冻着了，我又穿上棉鞋了。我看我奶奶穿的还是单鞋，我就问她为啥不穿棉鞋，她说她没有钱买。我家旁边有一个鞋店，那边有一双棉鞋，特别漂亮，120块钱，我想给我奶奶买回来。哦，明白了。你手上没钱，然后呢就想把这块银元给卖了，是不是呀？是。我刚才听你说爷爷、奶奶，没听你说你爸爸妈妈呀？我爸爸妈妈在北京上班嘞，你知道北京人大吗？那边长城、天安门都在那边嘞。哦，爸爸妈妈都在北京，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来。哦，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来。平常都是爷爷奶奶照顾你是吧？是嘞。你还别说，你这小朋友真孝顺。都知道奶奶穿单鞋冷了。但是你可以跟你爷爷说或者怎么着的，你不能说就上来就卖银元啊。你知道这个银元能值多少钱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我这样，叔叔给你讲一下啊。首先这个银元啊是造币总厂龙阳3剑客之首，这种银元啊数量非常非常少。你爷爷说可以当传家宝留下去，非常不错。这东西人家家里有时候家里放了很多银元，不一定有一块是这样的，你明白吗？非常非常稀少。就即便就这一块银元，你看龙鳞云朵都非常清晰，包括字口也非常好，还带点老包浆。像这个银元啊，如果要论价值的话，我估计得在15000到2万块钱。你知道15000到2万块钱有多少吗？知道。知道。哦，对了，你上4年级了是吧？那知道就好。因为你要是想把这个银元卖120块钱，万一碰到坏人了，真给你120啊、200啊给你收了，那到时候你爷爷知道了肯定会不开心、难受，知道不知道？所以啊，你这个刚才你说的，给奶奶买鞋啥的，这个事儿是挺好，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跟自己的家里人说。比如说你跟爸爸妈妈说，让爸爸妈妈在北京给你奶奶买一双鞋，或者是给你爷爷说，让你爷爷给你奶奶买一双鞋。我爸爸妈妈没有钱，我爷爷身体不好，大多数钱都给我爷爷看病去了。哦，现在爷爷身体不好啊，爸爸妈妈挣的钱都给爷爷看病了是吧？哎呀。这样，就是这样，你也不能卖这个银元。那时候你爷爷给你的时候咋说嘞？不是说让你当传家宝，好好留着，以后长大能用得上，是吧？啥也不说了，小朋友，你今年10岁了是吧？把这东西放好，等你20岁的时候，我估计就能用得上了。你不是现在需要多少钱？120块钱是吧？把这银元拿回家，还好好放着，等一会儿叔叔给你拿120块钱。等你长大了，到时候能挣钱了，到时候再把那个钱还给叔叔，行不行？来，拿着，我去给你拿钱啊！别卖这个东西了啊，知道没有？好好拿回家，放回家，知道没？知道了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老板，我这一回啊，真是发财了啊！我有一个东西，你出20万，我都卖给你。出20万就卖给我？对。啥东西？我能看看吗？那肯定可以了，不看咋给钱？哎呀，古代的金。古代的，我这是金饼啊！那肯定啊，你别说了，老上面还有落款金库。
竹刺万宝。这个竹刺很好理解，竹刺就是含金量非常高、非常足的意思。万宝应该算是一个银楼银号的名字。金库，我的天呀，黄腾腾的东西从哪儿来的？想卖20万？我今天早上去菜市场去买菜去。有一个老头不是在那路边摆摊的吗？然后我看他的菜，他上面旁边都放了一个就这东西。他问我嘞，那不是老头好说话吗？是吧？他问我嘞，他嘞小姑娘，你知道这啥东西不知道呀？你看上面的字儿，他嘞我不识字儿，你认这不认啊？老头不认识字儿。我一问他，我嘞大叔，你的东西可哪弄嘞？他说他去他地里面，就是挖菜的时候挖出来的。从地里挖出来的？对。那这是古董啊！我当时一看他问我识字不是？我不识字。你也不识字？对。我的天呀，不对呀，像你这年龄应该都上过学呀。我肯定上过学，我又不傻。你看上面写嘞猪。反正金对金肯定认识了。你看给我的黄金手镯一比我的黄金手镯还亮嘞。那是，这不是金的吗？你这是给他要回来了？我要咋弄哎？他都说了，他嘞，你看这东西，值多少钱？我嘞，这像不像以前的就那铜钱？他说嘞，是嘞。你跟老头说这是铜钱？对呀，他中间带个空，不是以前的铜钱吗？我给你100块钱嘛。他不愿意。没卖给你。没有。那你花多少钱买的呀？他要500。要500？对。你给了他500块钱？我肯定当时都给他了。只要肯出价，我都给他。那是捡到大漏了，发财了。那肯定了，我感觉这个东西最少得值20万。最少能值20万？那你是懂黄金的呀？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。对，砸我头上了。哎呀，这老头你之前买过他的菜没？没有，头一回见他。头一回见他。我跟你这样说，你这500块钱这是打水漂了。啥？这是假的。不可能吧？这黄金看亮腾腾的，咋管是假的嘞？你听我讲啊，首先一开始他跟你说这是从地里挖出来的是吧？你看这新的，连一点点泥都没有啊。他说了，他在家里面洗过嘞，洗好多遍，搁水里又泡又拿，洗干净嘞。那行，再说一下，这么一块虽然有重量感，但是跟黄金的重量差得太远，轻飘飘的，跟黄金比起来。他是不是就是以前的黄金跟现在的不太一样呀？我在网上查。我正好一看，你看一下这背面也很黄，是吧？然后你看这里，这地方，有一点掉色儿，这是突出的部位，有点掉色儿，你知道意味着啥吗？这上面黄颜色是刷上去的，就像镀金一样，刷上去的漆一样，假的。别说值20万了，就这东西，我估计搁古玩市场20块钱、30块钱就能买一块。你可别骗我，老板。你肯定不会骗你。我跟你说，像这种东西，现代的工艺品，你说人家拍个电视剧当个道具。可以，这可不是真的。那你说这，我今个在家白高兴了一天啊！你听我讲，你说老头人家不认识字，很可能，那有可能就是上了年龄的，他确实不认识字，没上过学。但是你说就这金黄的，你给人家说是铜钱，傻子才相信这是铜钱。我跟你说，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，啥时候真是掉馅饼了，那说明有人想骗你。千万不要贪小便宜，人家说的很好，贪小便宜吃大亏。这东西来还拿着，明天早上看看能不能找到那老头，找到那老头给他退喽。你说的对，我明儿一早都得赶紧去，谢谢你老板。没事。我这从傻子手里边1块钱一个换了银元，你看我这回能赚多少？1块钱能买到银元？这样，我先上手瞅瞅，行吧？行，老板，你好好看看啊。我经常看你视频，你可不能缺我啊。经常看我的视频。哎呀，几块大头，还有一个龙阳，6块大头，然后1块江南甲辰龙，总共是7块，数量对得上吧？对，这都是你1块钱1块买回来的？是的。是的。这看起来这一眼开门的老银元呀，在哪儿弄回来的？1块钱能买到银元？我给你讲讲吧。
啊，我是俺那村的那个开小卖部的。小卖部？对，俺村人说吧，都往那一家开啊，小超市，哎，对，是吧？小超市。哦。都往那一家。嗯。那俺那个村里边有一个傻子。傻子？对，我听俺妈说的呀。他是以前小时候应该是发烧吧，那时候大人不带个儿，脑子烧坏了。哦，脑子烧坏了。对，他呢喜欢吃糖，然后好拿这个东西是吧，去我那换糖。哦，拿这个银元到你店里去换糖。对，换糖，因为当时我对你这个东西也有了解，因为原来看过你的视频是吧？哎，我一想，这回终于给我捡个漏啊！捡个漏。对，我都直接给他按这面值1块钱，给他换了1块钱的糖。上面写着1块钱，对，1元就按1元算。对，给他换了1块钱。我的天呀！啊，不对呀，那你们自己村的，就算他智商不高吧，咱也不能干这事吧？你毕竟人家家里说实话，这些银元搁家里可都是传家宝呀。你说他可能说就是智商上有问题。你说你都是一个村的，你说你就按1块钱收了，到时候人家家里人找过来咋弄？耶，他主动去我店找我换了，又不是我戳着红了叫他给我换了，对不对？这糖也吃了，东西也换了。天老一辈说的，他之前祖上是大地主。祖上是地主。对，你想以前大地主从哪来的钱？那怪不得就是这银元，你说一般老百姓家里面你哪能放这么多银元啊？你不里头说嘞？地主哪来的钱？不都是说实话，以前剥削那老一辈剥削的吗？对不对？这现在这拐过来到我这里了，我收也正常眼呀。再说了，这有便宜不占王八蛋，是不是？这还不少了，老板，你先给我估价吧。有便宜不占王八蛋。哎呀，说实话啊，那人家上几辈的事儿，那是人家的事儿。那你现在咱说说，咱作为大好青年的，咱不能干这说实话干这事儿有点缺德。哎，给你估价可以，我建议啊，这东西等一会儿你还给他送回去。你该他吃你的糖啊，或者吃你的东西啊，你该给他家里人要钱，因为这东西可不是小数目。你之前也看过我的视频，你应该大概价格应该也了解。袁大头一块1000多，即便卖给我收的现在1100一块，这6块大头就6600了。还有一个江南甲辰龙，这个江南甲辰龙壁面上啊，没有戳记，但是流通痕迹挺明显。但是就这品相，估计也能值个2-3千块钱。你说这下来啊，基本上就是1万块钱了。要拿你几块钱的糖，你给他弄1万块钱，这合适吗？这有啥？我感觉这都是我应得的。哎呀，咱这正常有正常智力的人，你说挣钱应该比较容易。你说像你说的那个傻子，今年多大了？应该也都是20-20岁吧。20岁。对。给他20-20岁。以后说实话，他也没能力挣钱，估计他家的现在条件也不是太怎么样。你说的也是嘞，他爸早了都不在了，现在是他妈领了他。啊，家庭条件也不太好。是的。那你说人家家庭条件不好，咱更不能干这样的事儿了。你觉得呢？这种事儿其实干多了坏良心。那要不嘞这样吧，我出给你出给你，我要钱，到时候给他头了。钱给他？对。你这样，我建议你给他拿回去吧。人家愿意卖了，你让到时候你再往这儿来，是吧？这东西不能要，东西没问题，我看了一眼开门，行吧？老板啊，你这个人真是太迂腐了啊！这个东西在我手上了，对不对？我说了算。这有钱你都不算我这，对不对？这种事儿啊，咱是真不能碰。你尽量还是给他拿回去吧。你看你这个人，你不收，我去其他地方卖，反正我也知道价格。那行，你去其他地方卖吧。您好，想弄点啥？收破烂30年，终于叫我得到发财的机会了。发财的机会了？对，看来您是收到宝贝了呀。大宝贝，我先看看是啥东西。哎呀，这是黄金金饼。说的没对，就是黄金。不是老哥，你这金饼从哪收到的呀？上面还有落款有字的。哎，跟你说实话，我不发财，这一辈子都难。啥情况呀？上一次我上一个老收藏家，他家里去收破烂卖纸箱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卖纸箱的。你不知道，我一进去他屋里边摆的全是古色古香的古董。
一看就是收藏家。这把年的老收藏家，那柜子、那桌子上面摆的全部都是老的，全是老东西。哦，卖破烂的，屋里边的箱子也多。哦，哎，其实我也没想弄啥，对吧？我也没感觉到发财机会能来。我回家收拾他的纸箱子。在一个箱子里边角落里边发现一个金币。你的意思，你去人家家里面收破烂？对。一看家里面是收藏家，里面很多古董，家里。对。然后你收他的纸箱子，在纸箱子里面找到一块金饼。对，这不该我发财不该我发财吗？不是老哥，你这讲的这好像运气很好啊，这是。我都没想到没想到运气会那么好。像这种金饼，你觉得能值多少钱？我在网上已经咨询过专家了。在网上也咨询过专家了，跟恁一样，也是干这一行的比较专业的很。你把照片拍给他了？200万，人家给你出200万，最低是200万，最低200万。200万我都想好咋花了因为我收破烂了，说实话，我现在俺儿上高中了，我100万留给俺儿，另外100万，我都实现人生自由，想咋花咋花，根本花不完，财富自由。就直接就养老了，就不再干那个收破烂了。收破烂，那都是年轻人干的。我这说实话，这你那大年龄不够丢人的。那有钱了，谁还收破烂啊？对。对。但是老哥，您这个愿望非常好，但是我觉得呀，还得靠你自己的努力去挣钱。你说这话，因为这个金饼啊，你看上面，什么金库、竹刺，这边有。兰州永丰，这上面这个落款，看起来挺古老的。竹刺其实意思就是足金的意思。这个兰州永丰啊，也可能是地名。东西看着古色古香的，看着也像一个黄金，还带点落款啥的。但是老哥，黄金在所有的金属里面，它这个密度非常大，放在手上，特别沉甸甸，这沉甸甸的很。这沉啥呀？你这是，你这是搞收破烂的，你可能见的铜啊，见的铁比较多。这种重量分量，跟铜的分量差不多，跟金的分量比着还差的老远了。就这一坨，如果是真的，你最起码得200克吧，我得200-300克。但是这我拎着，我估计最多不超过100克。东西重量不对，另外我们是搞古玩的，虽然说，对这个研究的不是太深，但是它跟那个银元啊、银锭啊还差不多。这上面这个落款这字，特别软，哪有这样的呀？以前搁古代扎上的钢印，就是等它凝固了之后，还趁着它热的时候，直接把钢印扎上去了，力道非常大，上面字啊。都非常有力度，这软绵绵的，一看就是假的。另外，你看咱们背面，就像这种金饼吧，一般都得是宋代之前，能明白吗？宋代之后，一般像这种金子呀，一般都是金条或者是金元宝。这个宋代之前呢，很多都是金饼。老哥，您看一下后边。明显的有车床车过的痕迹，用车床给搞得平整。这你说你这在宋代之前，有车床吗？对吧？你这能给多少钱吧？你说，你别其他的别扯那。我说来说去，这东西是假的，不可能，这是假的，不能假。你说你想我的东西，你赶紧给我感觉你要黑我的东西。那行，没事，您再找其他的专家看看吧。俺姐生个小孩，她公公啊一下子给她100块银元，你看给我卖多少钱？生个小孩给100块银元，这样我先上手看看。行，你赶紧给我看看，我这真是急着用钱了，看管知道啊。着急用钱呢。哎呀，我的天呀，这么多银元，这些银元都是你姐姐的公公给她的。是嘞，俺姐给他生个孙儿，爷爷他开银换嘞他为了叫他祖传嘞，都是银元一下给他这100块，100块。对，那看来你姐夫家这可不简单啊。
是的。那你要搁以前不是地主的话，哪能放这么多银元啊？我刚才看了，这些银元都是一眼开门的老货呀！啊，老板好眼力啊，确实主张大地主，现在家庭条件好了很。哦，不过我刚才听你说，这是碰到啥事了，要出手变现。这俺姐啊，现在都变心了。变心了？对。啥情况呀？他之前没有结婚的时候吧，那对我好了很。我知道没有零花钱，那一个月说实话4、5千零花钱，你想想。你姐姐一个月给你4、5千的零花钱？是的，而且我的天哪！我的衣服从来俺爸俺妈都没管过，都是俺姐给我买，手机啥都是一说这边最新款，我跟俺姐说一声，立马都给我买。我的天呀，那你姐姐对你是没啥说的了？是的呀。啊，这现在结了婚之后变心了。咋着？我还没给他要钱嘞，你自己咋不正确？你现在都是一直大了，不给小时候了。我自己能挣那些钱了，我会给他要吗？你想想。那按道理来讲，那你姐姐说的也没错。我看着你今年应该有20多岁了吧？是的，20多了。对了，你刚才说你是从哪过来的？我从安徽阜阳过来的，咱离得很近，开我车过来的。哦，大老远了，这就是准备出手银元。对。你刚才说你碰到啥事了？这不是玩游戏吗？充值装备的。之前我都大哥级别了，那时候搁那一区都是1哥。玩游戏？对，充装备你应该知道吧？我知道，充钱往里面。对，那时候大哥级别了，那时候有钱。这现在呢，这没钱了，我跟俺姐要几个钱了，俺姐说的不给我，叫我气坏了。不是，你先停，这你是准备把你姐姐的银元卖了？去玩游戏，对，充钱，对，是的，老板明白人。你姐姐连钱都不给你，她这些传家宝会给你啊？这我去他家顺手摸的。顺手摸的？说白了都偷拿的。啊，你的意思这些银元是你姐姐现在不知道你拿了，你偷偷拿出来的？对，要给她卖了。对啊，玩游戏。对。我的天呀，那你这大老远跑过来，我也不敢收啊。有啥不敢收的？你看我吃个多少钱？不是，你先听我讲。首先啊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得为自己做的事啊负责任，不单负普通的责任，还得负法律责任啊。虽然这些东西是你姐姐家的，自己亲姐姐的，但是你偷偷拿她的，这也不行啊，这是违法犯罪啊，这是盗窃啊。俺姐的东西都是我东西，不是你那老板这100块银元，你知道能值多少钱吗？值多少钱？值多少钱？我大致看了一下啊，大部分都是袁大头，咱就按普通版的这个袁大头，现在我们一般收的呀，1100一块，100块的话那就11万了。乖，11万了！你说你姐姐这，并且这不单单是经济价值，这是人家家里面的传家宝，啊！你说你偷偷拿出来。就想给卖了，这不合适吧？没事，老板，我这急着用钱了，我卖了，我给俺姐打电话，到时候我要钱分哪来都管了。不，你这性子都变了，老弟，你听我的，把这些银元还给你姐姐还回去，你明白不明白？你看你这老板真是，不是，这有钱叫你赚你都不赚，不是，价格都跟我说好了。我都问你收不收？不收，这东西我真收不了，并且我建议你也不要到其他地方卖，真的。这价值11万的东西，最低价值11万的东西，你说你偷偷给你姐拿出来了，在没经过她允许的情况下，你要给她卖了，这真的性质就变了。老弟，你现在20多岁还年轻，现在回头还不晚，明白吗？你不用管了，一会儿我给俺姐打电话。大老远的跑过来，叫我跑个空趟，我去其他地方卖。卖了我给俺姐打电话，我给她分钱，我不会白拿啥东西了。老弟，我这样跟你说，你今天如果不听我的话，你早晚会后悔。你看你这个人，你不收都收，你哪里的话？你好，想弄点啥？这真是没想到啊，咱周口会有这么有钱的人家啊！咋回事？这俺二姨给我介绍个对象，家里非常有钱。非常有钱。我第一次给他爸妈见面，都给我了价值200万的东西。价值200万的东西当见面礼了？对。那挺好啊。是嘞，我现在呢，我想把它给变现，你看你收起收不起吧？哦，想变现，我看这是啥东西啊？价值200万，哎呀，2块都是戎装原像。
哎呀，一个原相共和，一个原相飞龙。哦，这2块就是你对象他父母给你的见面礼。对。他当时咋说嘞？说这一块能值100万？是嘞，他说了，这是他家里面的传家宝。哦，传家宝。对，传了可多代人了。可多代人，我估计不会传太多代，因为这个东西它是民国的呀，袁世凯那时候了，距今也就100多年吧，估计能传几代人，肯定是有。但是你要说可多代，估计达不到吧？你说达不到，反正我也不知道，他家里面人都这样跟我说嘞。反正有钱。对，反正就是有钱。那你这刚给你的见面礼，这就出手了？我拿这东西，他跟我说值200万，我搁他家里，我不能带到身上出去炫耀吧，对不对？哦。我想把它变现。哦，卖了，然后我想感受就这百万富翁的感觉。哦，也想感觉一下自己就是身价200万的感觉。对。哎呀，是这啊，我这主要是玩银元的，给你讲一下这2块银元吧。首先，这个原相共和呢，其实就是在民国的时候，袁世凯推翻清朝，就任大总统之后，那时候专门铸造的一种纪念币。刚才我看了一下。并且这个原相共和还不是普通的，上面你看一下带铅制，铅制版的这个原相共和，它已经不属于普通的共和了，属于当时的4铢样币，铸造量非常少。确实，如果是真品的话，现在价值肯定是100万以上，肯定是100万以上。100万还多了吗？那是另外一块啊。我看了一下，也不是普通的原相飞龙，并且这个也是铅制版的。你看，就这个右下角也有小的这个英文字母，这也是铅制版的。这个原相飞龙呢，是袁世凯啊恢复帝制的时候，当时铸造的纪念币。你也知道，袁世凯当时恢复帝制啊，其实他只是当了83天的皇帝，就退位了。老百姓都不答应啊，不让他当皇帝。然后，他的铸造量呢也是非常少，并且他还是铅制版的，也是4铢样币。这个飞龙因为它的铸造量更少，铸造时间更短，所以它的价值呢比这个原相共和还高。像这铅制版的，没个几百万拿不来。你说这更贵了。价值是挺高这2种币，但是。首先跟你讲一下，这铅制版4铢样币啊，可不是说谁家就能祖传下来的，那得是在民国啊，最起码是达官显贵才有可能拥有这个东西。因为普通老百姓家，一般的大地主家，那不可能有这个。并且我刚才看了一下，这2块银元的币面啊，压力不是太好，并且这个边齿呢。你看转一圈一模一样，没有任何变化。从这2点上，我断定这2块银元它不老，并且它是现代的工艺品。你能明白啥意思吗？我不能，你直接告诉我，管值多少钱？能值多少钱？对，我刚才说这些啊，就说明这个东西是假的。假的？对，现代的工艺品。有没有可能？你未来的这个公公婆婆家里有真的，现在只是给你拿个假的，让你看一下，意思他家里有真的，等你们结婚以后再给你们的。那这我不管啊，他这给我个假的，我都不能给他愿意，我现在回去找他，要不然呗，我都给他立马就得分手。哦，那行，你回去问问清楚吧。谢谢你，老板。啊，没事。买房子缺钱，给俺公公一说，他立马给俺几百块银元。这回房子也不买了，直接看别墅。几百块银元，看来你公公家以前肯定是大地主。这样，我先上手瞅瞅。中，那我也不知道。这几百块最低也得值几百万吧？你赶紧给我看看。你管这些叫银元？你公公给你的时候咋说嘞？说这些是银元吗？是的呀。
他给我说了，这东西珠贵的很啊，在缺钱的时候，紧急缺钱的时候，叫他卖了，管换好些钱，能换好多钱。哎呀，这些可不是银元呀，我这看着好像都是铜板啊，我能倒出来看看吗？管啊！啊，你可得认真仔细看了。行，这大别墅换不换都全部指望他了。哎呀，我看看，行。哎呀，这数量是挺多，这全部都是铜板啊，没有银元啊。哦，这全部都是铜板，这个还比较清楚。咱拿这个比较清楚的您看一下，湖南省造，当制前20文，这是当20的铜板啊，民国的，确实这东西都是老的，但是这跟银元差距可大了。你靠这个买房子还买别墅是吧？是的。那我估计够呛。哦，这个还是光绪元宝，这是也是当制前20文，也是20文铜板，这个是晚清的。你看这上面还带个龙，但是这跟银元可不一样啊。银元在民国晚清的时候，它属于大额的钞票，那时候1枚银元的购买力啊，在晚清的时候，就相当于咱们现在差不多1000块钱。但是这些铜板呢，也是晚清民国的钞票钱，但是这些铜板啊，就是小面值的钱了。就比如说咱们现在花的这种零钱，有5块的、1块的、5毛的那种硬币，你知道吧？这些铜板就相当于现在咱们用的硬币。你说你平常在民国晚清的时候，你平常出去买个菜啊，买个东西啊，你不可能说拿银元，有时候人家也破不开，所以就会拿一些铜板去买那些小东西。这个就是当时的这种零用钱。因为在民国晚清的时候呢，这种东西铸造量非常大，所以它现在存世量也确实挺大，这个可值不了多少钱呀。老板，你可别想骗我啊！这俺公公说了啊，那之前有个人叫这100万给他买走，他都没卖，当传家宝传出来。100万买走啊？就这些东西，人家给你公公100万？是的呀，那都没舍得卖，那你咋不卖了呀？别说给100万了，给10万，我觉得也可以卖啊。这些铜板，我刚才就说了，这是晚清民国的零用钱，像这东西一个也就5块8块，了不起10块钱一个呗。这么多能有多少？最多1、2千个，1、2千个才卖多少钱呀？你给100万还不卖，还等啥呀？你公公还说啥没？说了，这东西珠贵的很，当传家宝用的。你这一说都不值钱，这管当传家宝吗？啊，这都是你们家的传家宝。对呀。那不行。你这样，来，你那个袋子咱还装起来，你这今天来到我这儿，那除了鉴宝之外，是不是也想出手？你这一说不出手了啊？你肯定看的不准。那可能，也可能说我看的确实不准。你得回去啊，你跟你公公说一说，看之前那个给你公公出那个100万是吧？这么多出100万的那个人还能不能找到？能找到他现在还要的话，可以给他们啊。因为这都是铜板，确实真不值啥钱。你要是全部都是带龙的，清晰一点的，一个还能卖个几十。但这我看了一下，大部分啊，这全部都是民国的双旗铜板，双旗的比较多，双旗是民国的，像这带龙的是晚清的。那这反正不值钱。好了，你也别给我看，我赶紧去找另一家去。那行，不耽误你买大别墅是吧？没事，我给你装起来啊，给你装起来。好，那也辛苦你了。这没事，我给你装一下。呀，这能卖100万还了得？你可慢着点，我这都是传家宝，这珠贵的很。你放心，咱干生意做人啊，干生意啊都光明磊落，不会说黑你的东西或者啥的。没事，这都是你的。来，装起来，来。好，你别动，老板啊！我看你这啊，这还有，看这还有，蹭一点不小心，你这袖兜子里头有没？哪袖子？哪没有？啊，没有，你看。好，那
还没有最好。没有。好，再见。行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找气死了！俺老丈人跟俺媳妇一家啊，都是骗我的钱。骗你的钱啊！说好嘞，彩礼给我带回来了啊，还不给我带回来，叫我的1万块钱彩礼给我花完，我弄破被子，然后最后说了给我一块大礼，这我弄点这啥家伙还破1块钱。不是，刚才听你说彩礼多少？1万。1万块钱的彩礼啊？万里挑一吗？我的天呀，在咱们周口这边，1万块钱的彩礼，现在好长时间没有这么低了呀。现在彩礼不是10万起步吗？哎，我有办法，我多聪明啊！之前结婚的时候谈了20万。哦，俺家哪有这些钱？我不在想办法吗？啊，就俺媳妇怀孕了，我说了，反正都这些钱，你要都给你结，不要都算。你怀孕你没办法。我的天呀，你这是破罐子破摔啊！啥我破罐子破摔？我有主动权。哦，反正就是给了1万块钱彩礼。啊，给1万块钱彩礼，俺是说好了都带回来1万块钱，谁知道他没带回来？他说他家庭条件也不是太好，拿我的钱给我买点那被子，反正那种生活用品啊，对，可叫我气坏了，我都想要我的钱。当时说的还给闺女陪嫁啥东西，一份大礼。啊，这不但叫我的1万块钱花完了，啥还没给，还没陪嫁。那关这些银元啥事啊？就带着这吗？啊，等于说就是你老丈人拿这些银元做陪嫁了。又脏又臭的，上面写了1块钱，穷，没见过这样的老丈人。这总共是多少块？数量挺多，咱们对一下数量。你数数吧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一看这给我弄这叫头皮都发麻了。好像有几十块是吧？这是5块。这都是1块钱。10块。你数它干啥又不值钱的玩意儿？15块，谁跟你说这不值钱啊？1块钱能值啥钱？哎呀，你这咋说呀？你这是啥也不懂啊！这是20块。哎呀，还有龙。25块。30块，35块，哦，总共是40块，是吧？我刚才听你说，这你老丈人给你陪送40块银元，你还不高兴？我肯定不高兴，要气了一夜都没睡觉。你知道这些银元能值多少钱吗？哎，俺媳妇说的，之前我看写了1块钱纸皮钱，我都想好了，要不值钱了嘛，我跟他离婚。给他大着肚子回他娘家去。你这才结婚你就想离婚，你没有你这样的，你做人不行啊！我做人不行啊！他说好了赔我1万块钱，叫我1万块钱带回来，他不带回来，是他做人不行。那买张东西不是也给你带回来了吗？一些生活用品哪值1万，都是想赖我的钱，他家穷。哎呀，你这话我跟你说，你这得了便宜还卖乖，你都不知道这些银元能值多少钱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这些银元啊，还都是一眼开门，老的。一块大头就不算，没有版别啊，就里面全部都是普通版的。这40块，最起码没个5万块钱你买不着，没5万块钱你买不着，因为里面还有2条龙羊。40块钱变5万，这你虽然上面你看这上面写的是1元是吧？对呀，这是民国的。中华民国9年，这民国的距今已经100年了，并且这个是银元，银子做的哦。你就是搁民国那时候，就这一块银元的购买力，没个1000也得700-800，更何况放了100年了，你知道不？这搁谁家里都是传家宝。这一块随便卖，就在我这儿，一块1100。你说这40块多少钱了？我说这上面的字儿我认识，但是我没见过这样的钱，我只认识这1块1块1块。那说明你们家没啥。我跟你说，就从你说你媳妇儿，嫁过来给陪送40块银元，就从这儿看，你老丈人家以前肯定也是大家，就是大地主啊，以前对有钱人，在民国的时候。现在不中了。现在行不行呢？对不对？那是现在说呀。但是搁以前他家里肯定有钱啊。照你这样说，5万我还赚10万。对呀。那我这个人最喜欢钱，我感觉还有点不靠谱。对，你不单不能跟你媳妇儿、跟你老丈人生气，你还得好好对你媳妇儿，还得好好以后还得好好孝顺你
老丈人。那你说的对，误会他了。但是我有点不放心，我不懂这个东西，我也不喜欢这个东西，又脏又臭的啊。你说的价钱都按你的给你再给我现钱。哦，你是想出手？我可以啊，我喜欢钱，那万一你骗我了，这没事，我等一会儿给你算一算，因为里面还有俩笼羊，你知道吧？我等一会儿给你好好算一算。好。另外，我跟你说啊，回去对你媳妇儿好点，对你老丈人、丈母娘啥也客气点，好点。说实话，我刚才就说了，你们老丈人家，我估计以前的地主，家里面这银元啊，他不可能就放40块，对不对？大地主家，我跟你说，以前都放几百块、上千块。你对他们好，孝顺他们，那以后家里的银元不都是你的？那我肯定要对他们好，那咱亲爹亲妈的。哎，对，怀的还是我的孩子，我哪能不对他好啊？对，那我下面给你算一算。啊。